清晨，乌加里特的王宫书房里，国王阿姆穆拉比对着一块未干的泥板刻下求援信。他的刻笔可能在发抖。信中写道：敌人的7艘战船已出现，他们烧毁了我的城，对我的国家犯下罪恶之事。这封信永远没有寄出去。考古学家在窑里找到它时，它和整座城一起被烧成了陶。青铜时代的崩溃并非单一帝国的衰败，地下的灰烬指向一场由多方势力发动，改变整个东地中海版图的人口大迁徙。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海洋民族大迁徙。在青铜时代末期，东地中海是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当时有著富丽堂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书写系统，比如希腊本土目前已知第一个先进的独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还有安纳托利亚的西台帝国、巴比伦的加喜特人、黎凡特的城邦，以及正值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但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50年的50年间，这个旧世界秩序彻底瓦解。这是青铜时代晚期崩溃，一场充满暴力、来得突然且造成文化断层的浩劫。东地中海地区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被摧毁。迈锡尼文明的结束与这场崩溃同时发生，随后希腊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文字记录的过渡时期，也就是希腊黑暗时代。在迈锡尼的墓穴里，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曾挖出一个金箔面具，他把这个面具命名为阿伽曼农面具。这些精美的黄金陪葬品展示了那个时代曾经的繁华，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些黄金帝国推向了毁灭？答案的线索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沙里。约公元前117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3世统治的第8年，埃及海岸线的观察员发出警报，一支庞大的舰队正朝着尼罗河口逼近。敌人并没有从拉美西斯3世统治第5年的战役失败中汲取教训，他们再次集结，带着同样的目的而来。拉美西斯3世为了这场战役，专门建立了一支隐藏在尼罗河口的舰队。法老的军队在河口静静等待，将敌军舰队死死困在浅水区。伏击开始时，埃及士兵掀翻了敌人的木船，落水的袭击者被拖上岸，在泥泞里遭到及时处死。与此同时，在陆地战场上，这群入侵者的陆军也同样被埃及军队彻底击败。这场血腥的胜利被刻在底比斯哈布城太平间庙的巨大石墙上，铭文记录了拉美西斯3世在位的第5、8和12年针对这群入侵者进行的3场胜利战役。这是埃及人眼中他们岛上的阴谋。更早之前的麦伦普塔赫法老在他的大卡纳克列表里称呼这群人为外邦人或海上的民族。埃及学家伊曼纽尔·德鲁日和加斯顿·马斯佩罗就是根据这些铭文首次提出了海上民族的假说。海上民族是一个历史学名词，被认为是一群来自南欧，尤其是爱琴海一带的海上劫掠者组成的同盟。他们的组成非常复杂，埃及的记录显示了多个不同的族群，里面包含丹雅人、埃克维什、特雷什、卢卡、施尔登人、谢克莱什、佩莱斯特、特克鲁尔和特耶克。历史学家们试图从这些发音里拼凑出他们真正的来源地。有学者推测，施尔登人来自撒丁岛，谢克莱什和特耶克与西西里岛名叫西库尔人的古意大利部落有关。特雷什可能是伊特鲁斯坎人的祖先，或者是与西台语里可能指代特洛伊的名称有关。卢卡的名字则可能来自于安纳托利亚的吕基亚民族。佩莱斯特被公认为是指非利士人，他们可能来自克里特岛。这些理论大多是基于名称发音的相似性建立的。有学者试图将埃克维什和丹雅人与青铜时代的希腊人及亚该亚人联系起来，但此说法仍存在争议。埃及人的铭文清楚地描述
埃克维什这个族群是要接受割包皮的。根据目前的考古认知，青铜时代的希腊人几乎没有人会接受割礼。有学者推测，丹亚人可能与希伯来人联合，最终形成了以色列12部落中的丹部落。此说法仍有待证实。特克鲁尔人可能同样来自希腊，他们是少数在入侵后定居于黎凡特的海上民族族群之一。此说法仍有争议，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目的仅是抢劫吗？让我们来到塞浦路斯一个叫做皮拉克金奥克里穆斯的设防要塞，这里出土了许多属于海上民族入侵时期的家用陶器。在要塞的角落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铁匠隐藏起来的金属物品，这些宝物被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但主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取走它们。这个细节可能表示他们在袭击里被杀死了，或者沦为了奴仆。历史学家崔 Trevor Bryce 经过研究后得出结论，他认为这场入侵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更涉及了大量人口从陆路和海上同时流动，这些人带着家眷是为了寻求新的土地来定居。努拉吉人的青铜雕像为这种跨区域的流动提供了旁证。这些雕像展示了大批戴着有角头盔的战士，他们穿着类似于施尔登人的裙子，手里拿着圆形盾牌。尽管这些雕像的年代大多被定在公元前10或9世纪，但近期的发现表明，他们的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海上民族不是单一的军队，而是一场浩浩荡荡的难民潮与武装迁徙。乌加里特被破坏后，曾送出过一封绝望的信件，信里写着，当使者到达时，军队已蒙受屈辱，城市遭遇洗劫，打谷场的粮食被烧尽，葡萄园也被破坏。乌加里特国王阿姆穆拉比曾向阿拉西亚国王抱怨，自己的军队和战车都在西台，船只都在卢卡，导致国家被完全抛弃。但阿拉西亚的塞浦路斯高级执政官却直接回信说，这些敌人就是来自你国家的，是你自己的船做出了这一切。这种互相指责显示了当时地中海东部政治联盟的彻底崩溃。在希腊本土，皮洛斯王国曾经划分为2个大省、17个区以及各个乡镇，拥有严密的行政系统。但在皮洛斯出土的一块泥板上，却焦虑地讨论着守卫海岸的瞭望者，这暗示着他们正在防备来自海上的袭击。关于迈锡尼文明终结的原因，学界提出了多利安人入侵或与海洋民族活动有关的各种假说，也有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崩溃成因是由多个因素交织构成的。气候变迁导致了环境恶化，迫使人口向外迁徙；自然灾害频发，进一步削弱了大型帝国的农业基础。冶铁技术的扩散让更致命的武器落入了非正规军的手里。军事武器和战术的发展让传统的战车部队在面对手持铁器、灵活作战的步兵时失去了优势。最终，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在内部压力与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彻底崩溃。海洋民族是这场系统性崩溃的催化剂，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们被动荡赶出了家园，于是拿起武器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埃及虽然在拉美西斯3世的带领下击退了海上民族，但也耗尽了国力，从此走向衰落。西台帝国直接从历史的地图上被抹去，城市沦为废墟。那些曾经闪耀的青铜巨厦，在短短40到50年间轰然倒塌。旧的帝国死去了，但这场毁灭也为新世界的诞生腾出了空间。铁器时代在废墟里拉开了序幕。那些幸存下来的海洋民族最终融入了当地的居民里，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历史里的碎片，散落在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角落。比如佩莱斯特人可能就演变成了后来的非利士人。
这些无名的推手用毁灭的方式强行重塑了人类历史的轨迹。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所有的事迹都是由那些恨他们入骨的敌人写下的。这引发了疑问：埃及神庙墙壁上那些辉煌的胜利铭文，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又有多少是帝国最后的政治宣传？当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面临崩溃时，往往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手，只需要一连串连锁反应，加上一群走投无路的人。乌加里特窑炉里的那块泥板，至今依然保留着火焰的痕迹，它记录着一个时代终结时的恐慌。海洋民族的真实面貌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拼凑完整，但他们留下的废墟却是人类文明脆弱性的写照。下一次，当我们看到那些宏伟的古代遗迹时，也许该问的不是他们为什么建立，而是他们在倒塌的那一刻，人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历史的线索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泥板与灰烬里。如果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请留下你的按赞与订阅。有你的支持，我们才能继续探索下去。感谢收看，我们下期暗史档案见。